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央视报道，近日，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克服恶劣自然条件和复杂电磁干扰，在西北大漠快速反应，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精确地命中了几百公里外的蓝军多重防护阵地目标，有效瘫毁蓝军防御体系关键信息节点。那么，这次新型弹道导弹成功拓展了火箭军新式弹头种类，提升了常规导弹多模精打、毁瘫节点、融合抗扰、先遣破敌的能力，有力地提升了火箭军整体攻防水平。这次实弹发射演练有这么几个亮点，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快速反应。那么，什么叫快速反应呢？就是通过前方的相关平台获取目标位置信息、电磁信息，在短时间内占领发射阵地，然后完成定向定位的测试。然后导弹呢，通过各种不同的制导方式，准确地飞抵目标区上空。这次发射应该说，导弹发射车机动到预先设置好的阵地，然后快速竖起、快速定位、测量，然后呢快速发射。总体用时要比过去短得多，这进一步提升了我们快速反应的能力。那么快反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打得准不准又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么要想打得准，就需要采取不同的制导方式。那么弹道导弹打击敌方目标，它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中段制导呢？一般来讲，惯性导航是必须要有的。现在加上了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话，它的打击精度可以进一步提高。那么从视频上看，我们试射的这2枚新型导弹，它的第2级是带有尾翼的，也就是说，在飞行末段的时候，它可以通过空气动力舵可以调整它的姿态和落点，从而进一步提升它的打击精度。那么这次试射，2枚导弹飞行了几百公里，准确地命中目标。用的关键词是什么呢？用关键词是瘫毁，而且呢，还专门提到是新式弹头。那么弹道导弹它的弹头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最早是高爆弹头，只要你不是核弹头的话，一般采用常规弹头，你的爆炸威力要高，毁伤面积要大。除了高爆弹头以外，还有的弹头呢是采用子母弹的方式，主弹头和子弹头是可以分离的，以便打击面目标。那么这种撒布式的弹头可以对很大一片区域实施大面积的杀伤，比如说攻击机场。那么用它们打击点状目标，比如说雷达站、地空导弹发射阵地，那么这样的一种大面积杀伤呢，可能不一定能达到效果，因此需要采取其他的精确制导方式，比如说对付敌方的雷达和地空导弹阵地，那么就需要改用反辐射弹头。那么弹道导弹是否可以装载反辐射弹头呢？实践证明是可以的，而且这样的弹头已经发展了有几十年了。那么除此之外，能够称上新式弹头的，可能还有这么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高能电磁脉冲弹头，就是在它抵达目标区上空之后，通过爆炸的方式聚能，从而产生强电磁脉冲，对一个较大区域内的敌方电子系统，包括计算机、通讯系统、雷达系统，实施强电磁干扰，最终让这些目标瘫痪。那么电磁脉冲弹头它产生的电磁能量非常高，可以钻入各种不同平台的缝隙里面，然后呢将其精密的电子设备烧毁，让敌方的雷达、通讯系统失盲、失聪、失灵，甚至呢直接将其烧毁。这样的一种弹头，应该说目前
很多国家都在开发，但是真正成功的并不很多。那么还有一种对付敌方电网的弹头呢，它可以携带大量的不同长度、不同宽度的碳丝，那么这碳丝搭在电网上，就可以造成短路，从而呢让敌方的电网瞬时断电。那么那些用电的设备呢，基本上就失去它的功能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新式弹头呢？我想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弹道导弹还可以装备不同类型的用于对付不同目标的战斗部。那么这些战斗部装在不同的弹道导弹上，那就可以执行不同的对地打击任务，有的是属于硬杀伤，有的属于软杀伤。那么在第一波攻击完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大面积的瘫痪敌方的机场、港口、雷达阵地、导弹阵地等关键目标节点，从而为我们后续的打击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次发射这2枚导弹是用的同一类弹头呢，还是不同类型的弹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导弹弹头技术的不断的发展，我想可能在一次攻击的时候，多枚导弹它会携带不同的弹头，以达到不同的毁伤效果。这一点呢，可以说是我们火箭军常规弹道导弹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